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陈亚成。之前的视频我提到了一个逆天的差评，你们有看过吗？在视频中我有说会把旗袍女角色更换，我的游戏也没有代表什么，只是我业余随便做着玩的。这次的更新的主要开销还是购买了这个新的旗袍女角色，总共654元。在视频的最后我也会科普一下我买完素材之后都做了什么事情，毕竟游戏不是只有素材和场景，背后你们看不到的工作量还是蛮大的。首先是新增部分，第一点，新增了旗袍女角色，那旧的旗袍女角色就此下线。新的旗袍女可以自定义的部位会更多，分为了衣服、头发和鞋子。我们来快速展示一下，你们喜欢哪个颜色？可以弹幕上留言。保留了旧的旗袍女的跳舞动画，并增加了新的旗袍女的面部表情。现在的她会眨眼和微笑，不会感觉那么僵硬。那以上就是关于新的旗袍女的更新内容。接下来是新增第二点，新增了角色特写光照，能够在不同的场景提升角色模型的质感，在比较暗的场景中还能清晰的看见角色的轮廓。我们来看看调整前后的对比吧。那以上就是所有新增内容了。那接下来是调整修复的部分。第一点，调整了在迷雾地图中安装完一个保险丝之后，会自动的打开背包，直到全部安装完成。第二点，调整了任务道具在使用的时候不能拖拽，之前能够拖拽，我发现蛮多玩家以为任务道具是拖拽使用的，所以很多玩家反馈跟我说这个保险丝使用不了，有 bug。那第三点，调整了游戏声明界面，增加了上市的背景，并简化了文字的描述，让玩家一眼就能够明白这不是一个正式的游戏，而是我顺手做的教学案例。那第四点，修复了使用任务道具时候可以吃东西的 bug。那以上就是本次所有的更新内容了。其实还做了一些迷雾地图第二章的更新，但是还没开放游玩，所以等到时候再说吧。再来是未来的更新计划。第一点，我会优先把迷雾地图的第二章做完。第二章迟迟没有动静，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想做的太多，要求太高，但是又没有时间做，所以我打算降低要求，先把雏形做出来，再慢慢完善吧。第二点，打算新增一些道具，比如无人机能够投掷手榴弹，再比如火焰喷射器，全程靠火把丧尸烧死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那第三点，如果上面两点都做完了，打算新增一个无尽的模式，按波数刷怪，看玩家能坚持几波丧尸潮。同时打算增加肉鸽模式，玩家会越来越强，这样子的话，这个游戏的可玩性会不会更强一点呢？视频最后我来科普一下，更新一个新角色的工作量都有哪一些。第一点，买到旗袍女之后，我会先在 3D Max 里面对模型进行骨骼结构的修改，并替换骨骼，使其能够匹配我游戏中的骨骼。第二点，这个模型作者很贴心的提供了模块化的模型，但是有点太零散了，不方便我的功能实现，所以我要对这些零散的模型进行针对性的合并。那第三点，把能够替换的模型进行分类整理，并替换对应的材质。第四点，模型材质的优化，调整粗糙度、次表面反射等效果。那第五点，把每个模型都放在场景中打好灯光，给他们拍照，用作到时候 UI 中的缩略图。那第六点，把所有拍好的图片都导入到 PS 里面，裁切统一的尺寸比例。以上都是模型素材的整理。那第七点，基于我之前写好的换装的框架逻辑来实现旗袍女的换装的功能，这块的工作量应该是最大的。不过好在这个换装的框架我之前优化过一次，所以新增一个角色的流程会简化不少。那第八点，打包前的测试，以玩家的视角开始游戏，然后选择旗袍女进入游戏玩一遍，当然不止玩一遍，像我做这个旗袍女我应该玩了20几遍，因为要不断的测试每一个功能，这个旗袍女会不会出现问题。就比如说像我测试的过程中，旗袍女进入到第一人称会把这个脑袋显示出来，那这个就是 bug 的优化。所以这一些就是你们平时玩游戏背后的工作量了。当然我这边还是简化了每一个步骤。那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看到最后，这个科普确实很枯燥，但做游戏大部分就是这样枯燥却乐在其中。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，感谢你们能看到最后。游戏的更新这几天会上线，感谢大家一直的支持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